又金刚倒退啊，它主要是多了一个开步和一个收脚啊，主要是有一个开步的动作。来，我们现在一点一点的来学习，我给大家去完全的去给大家去拆开去揉碎了教大家，让咱会与不会的同学啊，因为咱们直播间是一个非镜像的直播间啊，所以咱们大家刚开始刚过来的新同学可能有点不太习惯。那么在莹莹的直播间，我正面去教大家，背面也会教大家啊。好，把右掌上托与左掌齐平，好，双手旋腕，向右转腰，摆脚，重心右移，左脚跟的内侧蹬地啊，左脚跟内侧去蹬，好，把重心来到右腿上，踩实右脚，领膝合胯，领的是左膝，开的是左步，双手向下画一个立圆，坐胯前蓬，好，摆脚，根部合手，握拳领膝啊。根部合手的时候是右脚是虚脚点地啊，不是脚尖，是脚掌点地，膝盖放松，握拳领膝，正脚砸拳啊，正脚砸拳呢，是把我们的右拳落入左掌心就可以了，不需要非得去击个响啊，不要去击响，把右拳轻轻的落入咱左掌心就可以了。右膝向上去领的时候，通过你周身的放松，松肩、松腹、松胯，支撑腿的下沉，把你的右腿带下去，看到没？沉。看到没？我给大家再做的慢一些，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松肩、松腹、松胯，领膝，然后放松，再做慢一些，领膝放松，把脚下来，正脚的一瞬间，把这个脚正下来的一瞬间，把重心移到两腿之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出来，这个重心是在哪里啊？重心在两腿之间，但是实腿是实腿啊，实腿是左腿。支撑腿是我们的实腿，正完脚重心移在两腿之间，而不是我们把重心一正就正在右边了啊，不要往右边去正，而是在咱的支撑腿上。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可以不画圆？可以没有画圆，这个动作没有画圆啊。你说这个动作的话，它是要画圆的啊，它是要画圆的。那咱们在领膝的时候都会做，但细节老师不说还真的不知道。对，所以细节老师都会给大家去讲到咱周身的放松，松肩、松腹、松胯，支撑腿向下去沉支撑腿向下去沉，然后我们的脚向下去正，重心来到两腿之间以前都是脚尖着地，怪不得不好看。那我们在正脚的时候是整个脚像个吸盘一样吸在地上，它不能是脚跟落地，也不能是脚尖先落地是整个脚同时向下去沉，看到没？是这样的向下去沉的，也不是平的向下去沉一定要给它扣住，领沉。我们向下去沉的时候，五指还是轻轻抓地的，像吸盘一样嘣吸在地上像吸盘一样嘣吸在地上不是脚尖先着地，也不是脚跟先着地是吸盘一样的向下去沉，周身的放松自然就下来了大家不用想那么多，周身一放松，你还能定了这不下来，对不对？你定也定不住，你这腿还是得下来，对不对？你下来的时候保持身体立身中正，放松，就这一下就这一下放松沉就可以了因为我是非镜像的正脚要用力，不需要用力不需要用力。刚才给大家讲的，咱们正脚不需要用力，不可以周身放松，把它沉下来来咱们直播间是个非镜像的，所以老师在正面教大家的时候，背面也会教大家好，来咱们背面也学习一下把右掌先上托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平捋转腰，摆脚
好，右移重心，左脚跟内侧蹬地，领膝合胯，开步，双手画立圆，坐胯前蓬。好，摆正左脚，根部合手，握拳领膝下沉。下沉放松啊，对，周身放松，松肩、松腹、松胯，自然下沉啊。沉下来以后，这个脚是不是自然就下来了？当你周身越放松越松弛，你的劲才能够越下沉。那么咱们在练习，不管在练习的过程中，还是从我们在站的过程中啊，咱就要保持把身体分成一个3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那第一段就是我们的上肢，上肢要保持一个上领啊，上肢要保持一个上领，也就是上松啊，上领，虚领顶劲的领。上领。那么咱们中段要保持一个松活啊，对，它里面有83式里面的动作啊，83式是心架啊，然后咱们中段要保持一个松沉啊，松活，在转腰移重心的时候，是不是你要保持一个中段的一个松活，才能够走的松沉？那么下肢就不用说了，下肢大家都知道气沉丹田，那你下肢肯定是下沉，上领、中松、下沉这3点，知道吧？上领就是保持咱虚领顶劲，中松就是保持灵活松活，下沉就是把我们的气沉到脚底，做到脚下生根。来，咱们再来一下啊，还没会没关系，多跟我几节课还没会。来，咱们再来啊。把右掌先去与左掌齐平，上托，旋腕，转腰，摆脚，重心右移左脚跟的内侧，蹬地，将重心移到右腿上，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外蓬，双手画立圆，坐胯，重心前移，左手前蓬，摆正左脚，根部合手，转到90度，是不是转过来了？哪个90度呀？握拳领膝，正脚下沉啊，周身放松，自然下沉，把脚自然的正下来啊。这个转的时候是不是转了？这个转不要转到90度啊，这个转不要转到90度，转到像你右斜前方转到60度左右就可以，60、70度最多了啊，不能再多了。往右，对，不要转多了，光明啊，60度左右啊就可以，60、70度就可以。好，来啊，同学们，咱们再来一遍，把这个再给大家去讲一下转到哪个方位，因为如果你转到90度了，看我这个腿啊，看我的左腿，看到没？就会出现一个扣膝、扭膝的现象。所以咱们在练的过程中啊，咱们在学习在练的时候，我们的膝盖不能出现一个向内去扣啊，转腰，转到咱们的右斜前方的60、70度就可以，不要往90度去转了啊，最多了。好，左脚跟的内侧去蹬地，将重心右移，领膝合胯，开步，外蓬，双手画一个立圆，坐胯前蓬，摆正左脚，根部合手啊，根部合手，握拳领膝下沉，哎，这是咱的右金刚倒堆啊，右金刚倒堆。那右金刚倒堆主要是在于啥？主要在于倒堆嘛，对不对？怎么往下去沉，怎么往下去砸，
对不对？因为很多同学在做这个动作做的不对的情况下，会出现你的脚跟疼。我为什么会脚跟疼呢？我为什么会沉下来、震下来的时候，我的膝关节会有不舒适？大家在练习金刚倒堆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出现过你的哪里不太舒适？脚跟啊，或者膝盖啊，有没有不太舒适？因为很多同学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很容易会造成一个震脚的发力错误啊，所以这点呢也专门给大家来讲一下啊。如何去安全的去学习，如何去科学的去学习啊？画力圆应该椭圆还是正圆？画力圆应该椭圆还是正圆？这个没有区别了，你只要你的腰去带，它走的是一个圆，它是椭圆的也好，是一个立圆的也好，是一个正圆也好啊，它你看画过来，椭圆、立圆啊都无所谓，只要你腰的带动。以腰去带动，这个感觉对了，就都对了啊！不用去纠结它是圆的还是扁圆的啊，这个不用去纠结。好，来啊，那么给大家去讲一下，咱们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领膝正脚砸拳的时候啊，咱们如何去避免咱的膝关节受伤这个现象。不要去纠结了啊，你管它那个立圆、椭圆的啊，咱把腰带对了。就都对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死的，它是千变万化的啊。那么咱们在走的啊，大家现在啊有刚进来的新同学啊，老师把重点给大家敲出来，去给大家去讲一下啊，重点来了。所以咱们大家啊听老师给大家去讲，咱们如何去把我们这个正脚给它做好，保护好咱的膝关节，让震下来的一瞬间我的脚不疼，我的膝盖不疼啊。那么大家啊，咱们刚进来新同学们啊，咱们可以左上角给老师点上关注啊，别忘了给老师点上一个关注。每天2场直播，早上9点半，然后下午的是3点半。那么咱们大家点上关注，不迷路，跟着莹老师学陈氏太极拳，然后给大家专门讲一下咱们的正脚如何去安全的去正啊，保护好膝关节，对不对？大家学习是为了把身体锻炼健康的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啊，握拳领膝向上。松肩松腹，这是周身的一个放松。那么我们脚如何向下去沉呢？其实啊，把你的脚啊向上去领，去沉的时候，支撑腿带动，看到没有？支撑腿的带动，然后向下去沉啊，上下去沉，不要把你的重心偏到你砸的这个腿上了，这个是最不可以去偏到砸的这个腿上了啊。千注意万注意，还是把膝盖整疼了，那还是你的方法不正确啊！方法不正确的话，因为方法是大于努力的，你再努力，方法不正确，一切白搭。一看金刚脑就知道是陈氏太极拳。来给大家讲重点啊，我们去沉的时候，把你的五指啊像吸盘一样震的一瞬间，五指像吸盘一样吸在地上啊，吸在地上，它是脚掌。脚跟是同时着地的，它没有脚尖先着地，还是脚跟先着地啊？同时着地的啊。所以我们在沉的一瞬间，看领膝，脚尖自然下垂，在震的一瞬间，把脚看到没？勾起来啊，脚勾起来，脚掌、脚跟像吸盘一样的震在地上啊，像吸盘一样震在地上。是这样子的，看到没？五指是轻轻抠地的，向下去沉啊，向下去沉，向下去砸。哦，记住啊，我们向上去领的时候啊，向上去领的是哪？领的是膝盖，对不对？我们说握拳领膝，领的是膝盖，膝盖向上领。沉的时候，沉的是哪？沉的是周身啊，周身的放松，把你的腿自然向下去沉去砸。正脚嘛，对不对？正脚，这个我跟你说，来顺其自然。我跟你说，落地的同时，身子要像弹簧颤一下吗？自然颤的，不要刻意去颤啊，不要刻意去颤，它是自然周身放松那种。你看，自然去颤的，不要刻意的去晃两下啊，这个是太不自然了啊。周身自然放松，然后五指轻轻抓地，像吸盘一样的。吸在地上，就是这种感觉啊。脚掌、脚跟同时落地，同时落地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像个吸盘啊？落在地上，吸在地上，落地即生根啊。领吸，沉，
那沉的一瞬间需要你啥？需要支撑腿的带动一下，对不对？支撑腿的带向下去沉，这不就下来了？自然放松啊，自然放松。好，来背面带大家再走一遍啊，跟着我背面咱们再学习一下。把右掌向上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右转腰摆脚，重心右移，左脚跟内侧蹬地，领膝合胯。好，支撑腿的下沉，开步，双手画立圆，以腰带臂，坐胯，重心前移，左手前捧，右手停在右大腿的斜上方，摆正左脚，根部合手，握拳，领膝，放松，沉。放松沉，周身一放松，自然就下沉了啊！你的腿不会一直领在这不下来。这是咱们的第二式，叫右金刚倒堆啊！来，同学们，咱们学会的在公屏上扣一个明白，我们接着往下学习陈师太学员的第三式，叫懒扎衣啊！第三式叫懒扎衣，咱们大家把懒扎衣3个字啊打在公屏上，我们现在接着给大家先展示一遍。放心啊，咱们每天都教大家，每天2场直播，早上9点半，下午的3点半，所以大家不用一直在纠结这一个动作啊，因为咱们现在这2个动作，第一式的起式，第二式的金刚倒堆，咱们现在已经学了将近1个小时了。那么我们是学9式啊，2个小时学9式，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前2式已经占了快1个小时了。最近这几天就会给大家去更新啊，咱们每天都学习，因为刚进来了很多新同学啊，都有点跟不上啊，多跟老师几节课啊，咱们下午可以继续来学，咱们每天都教啊，每天都教，每天2场直播，每天2节课。懒扎衣咱们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没有打的同学们咱们都可以打出来。这是咱们的懒扎衣。非常棒啊，同学们，我看咱们很多同学们都打出来懒扎衣3个字啊。那么我们只有把这个招式名称打出来以后，才能够加深咱们的印象。来，要知道我们学的这一式叫什么名字，你首先你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你才会对这个动作有印象。来，我们学习啊，遇左先右，遇右先左，左收右送，左手画一个立圆，向上再向下，顺势转腰上穿，在左斜上方啊，左斜上方的45度角的角度啊，不要转过了，就转过了身体就背过来了啊，不要转过了。好，翻掌，右转腰拨开，重心左移，双掌顺缠上托，领膝开步合，遇右先左，右移重心翻掌。好，右转腰拨开，掌根向外发力，坐胯下沉，身体回正，右掌前推。右掌前推的时候，我们的左脚去蹬地，那左脚的受力点，蹬地力点达到哪？达到你的右掌根啊，达到你的右掌根，形成一个上下的一个对拉力。你要有跟别人，你可能自己的时候感觉不出来这个力度，但是你跟别人去搭手的时候，你去推墙的时候，这个力点是不是非常的明显？就会非常明显，来自于你的左脚，右掌根的发力点来自于你的左脚。刚才我看咱有个同学说旭哥说咱的懒扎衣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双重
对不对？这是其实很多同学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你重心明明移过来了，但是在沉的一瞬间又回去了，就变成一个沉了啊，就变成一个沉了，这就叫双重啊，这就叫双重。这是很多同学出现了这个问题。记住啊，咱们重心在移到你的右腿上来的时候，不要再动了，松下你的左胯，左边的胯向下去坐啊，坐，重心还在右腿上啊，保持一个4-6的支分的一个距离啊，4-6分的一个重力，不要回来啊，微偏右脚啊，微偏右腿。你看有的人低架28分可以吗？不可以，低架最多是37分啊，不可以是28分，28分的这个就顶稀了啊，那说明练的不对。好，来，一开始没看动作明白啊，没关系，我再做一遍，大家看一下啊，再做一遍啊，走，左收，通过腰的转动去收啊，去收去送，你的腰在左转为收，在右转为送。所以你的拳是跟着腰动的。为什么我在给大家每个动作都在讲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去说，咱们的臂随腰动，腰带动手臂，你的手臂随着腰去动，而不是你的手在这么去收和放。啊，老师批改过作业哈，印刻深象啊，不是记忆深刻啊。对，因为其实很多同学都会出现过这个双重，所以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下啊，左收。右送，通过什么？通过腰的带动，看到没？腰带就这么就出来，就这么流畅，1、2、1、2就送出去了啊！所以我给大家去做慢的时候，看就很像机械教学一样，是不是？1、2送出。好，左手画一个力圆，送出去以后，右拳变掌，左手画力圆，刚好是一圈。你看，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在顺势向左转腰的时候，右手小指领进，穿掌送出。好，大指外翻，右转腰拨开，左移重心，双掌顺缠上托。领膝开步合小臂，欲右先左啊，微微的转腰啊，我说的是欲右先左的时候，你看，哎，微微的合一下就可以，不要转过了。好，右移重心，蹬左脚颈肩啊，蹬左脚颈肩，然后再去翻掌。右转腰的时候，领肩捧肘带掌根，那么我们发力点最终在掌根啊，你要知道是转腰领肩捧肘带掌根，节节贯通，拉开，坐胯下沉，身体回正，右掌前推，坐胯下沉，看到没？重心没有再说回重心，当老师不说回重心，大家不要去回重心啊，把重心沉在我们的左腿上，沉。沉在我们的右腿上，说错了，同学们啊，沉在我们的右腿上啊，不要往左腿上去回。好，来，那么正面教完了，然后背面也教大家啊，咱们正面也学，背面也学。左收，右送，左手画力圆，按掌。转腰上穿，翻掌大指领进，转腰画圆拨开，左移重心，双掌顺缠上托，掌心朝上，领膝开步合小臂，欲右先左，右移重心，翻掌，转腰领肩捧肘打开。坐胯下沉，重心不变啊，把左胯坐，身体回正啊，把你左边的胯回正，因为咱们在向右边去转的时候，你的左胯是不是它会有一点点的咧过来的，然后将它去坐。什么是坐？就是你去找你的整个臀部去坐板凳的感觉
啊，坐板凳的感觉，膝关节向上领，臀部向下去坐。所以我们在拉开的时候，将身体回正，臀部向下坐。哎，这就一步就到位了。重心不能再回了啊！你看，我们重心移到右腿上了以后，我说坐胯下沉，我没有说回重心下沉，对不对？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在看老师的过程中也要去听啊。咱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在教大家，大家也要做到2点。第一点就听什么呢？听动作的口令啊，咱力争做到咱动作的口令啊，熟具于心。所以咱们啊，熟记于心。俗称心熟。那么咱们再看什么？看老师的招式动作，对不对？一定要看我的招式动作，不管是正面看还是背面看，你首先你要把我的动作的外形熟记于你的眼啊，因为是用眼睛来看的，所以啊，咱们在看一定要把招式动作看熟啊。领膝开步做到老师那样好看不容易，做到老师那样好看啊，什么叫好看啊？但领膝的时候来看，为什么大家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看？因为你可能会有点顶膝了啊。领膝，膝盖上领，看到没？膝盖自然上领，因为它不是一个领的多高，它其实就是一个齐腿开步，与胯齐平就可以。在打开的时候，你看抬腿开步就行了。哎，你的腿抬到与胯齐平就可以开步，因为它不是领膝，因为领膝的话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在这儿的时候定个1秒，哎，再走啊，再走，好吧？那么啊，所以咱们在开步的时候啊，在领膝抬腿就可以开步了，领开啊，记住所有的开步都是脚跟的内侧着地，千万不要正脚跟啊，不要正脚跟，脚跟的内侧着地，所以你的脚落下来，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打开的。如果你脚跟着地的话，你就成这样子了，对不对？脚跟着地，你是胯受力的；脚跟内侧着地，你的胯是不受力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用正脚跟着地的时候，你的胯是不是受力的？然后你脚跟内侧着地的时候，你的胯是松的啊。你脚跟一着地下来，你的胯它是坐的啊，它是一个坐胯。但落地即生根，大家不要就开完以后就定在这了。落地即生根，把你的脚落下，开步就落啊，开步就落。所以叫落地生根嘛，脚只要挨地了，它就必须啊要做到五指抠地。对，2023说的很对啊，咱所有的开步啊都是脚跟内侧着地啊。老师跟着你的直播学会了，但自己下去练就忘了。来，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啊？跟着老师的直播就学会了，但是你自己下去练的时候你就忘了。记不住啊，学的动作可能你自己一练就还给我了。但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咱在公屏上扣一个小1，我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啊。还有同学，老师刚才还有同学老说，老师打的就很漂亮，很飘逸，很潇洒，很稳，但是我自己去打的时候动作就僵硬啊，膝盖发紧，甚至有发疼的现象啊。发紧什么？就是你不管在移重心还在开步的时候，你一开步，这个膝盖感觉很紧，或者在我们重心转移的时候，你的膝盖会出现一个紧，甚至有发疼的现象。那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咱可以在公屏上啊，在公屏上可以扣一个小2啊。大家想看老师的那个动作的分解教学啊，大家可以加入到老师的粉丝群啊，加入到我的粉丝群。待会儿我下课了以后，我把我的第1段的动作分解教学，然后发在咱们的群里面啊。你看咱直播间啊，有扣1的，有扣2的同学，其实都有这些问题啊。因为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我知道啊，很多同学说老师是不是我不适合学拳，是不是我太笨了啊？其实并不是啊，不是大家笨，也不是你不适合学习太极拳，而是因为咱们大家啊缺乏了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学习。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同学都是在自己学的嘛，哎，跟着这个视频学，跟着那个视频学，然后自己呢越学越迷茫，越练越乱了，甚至有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把膝盖练受伤了，这些问题啊，因为太极拳是可以养生的。那么幸福私信我啊，私信我，然后助理老师回复你啊。所以呢，大家缺乏了一套系统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拳击太极拳是可以啊，太极拳是可以养生的，是可以锻炼身体的。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把膝盖练受伤现象？是因为方法的不正确，方法
选择大于努力啊！大家要记住，你要选择一个好的老师，然后才能够决定你学习的一个成果。所以咱56式打下来，时间也不长也不短，刚刚好7分钟。然后刚柔相济，快慢结合，一套打下来，咱们身上微微出汗，浑身舒坦。因为老师呢是6岁开始习练太极拳啊，然后是广州体育学院科班出身的，然后国家1级运动员，全国武术冠军。然后在广东佛山我的馆里面，我也有带过中高架护膝盖。对，大家刚开始练，这个同学说的是少霞说的对啊，中高架来练习，大家首先是一定要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练习，不要去追求低价啊，不追求低价，然后跟着老师，然后跟着一个好的老师，你认为觉得好的老师，然后跟着老师来学习，然后正确的学习，科学练习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么我带过上千名零基础的同学们，他们大家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从手脚不协调，到最后能够在公园里完整的打下一套太极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啊，他们身体也健健康康的，腿脚也都有力了，跟了我学很多年了，啊，身上的什么小毛病也都没有了，疼疼压压也都正常了，所以他们能够学好太极拳，是因为啊，他们用了系统的方法来学习了陈氏太极拳。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啊，在老师的直播间给大家上一下课，因为昨天一直有同学在问老师你的课程，然后我想跟着你的课程来学习。那么咱今天我说了，今天给大家一个福利价，那今天就